Hello，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现在岁末了哦，季末最后这个一段时间，最后这4个月，我们来看看啊，宇宙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提醒哦，还有一些祝福。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大能量的一个会诊哦，所以我们不会去看是怎样的主题，看宇宙给我们什么讯息，我截取到什么，我感受到什么，那我就会如实的把它表达出来，尽我的所能哦。首先呢，来看看你们选到的牌卡。这次的牌卡我们都会有2张哦，你可以说这是你的表象，然后这是你的隐藏面。所以我们先隐藏，先看你的表象。目前哦，宇宙说你们现在这未来的季末这个季度哦，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能量？这边是一个多工的妈妈，带个孩子还要工作，很辛苦。这是一个努力勤奋的象征哦，但是她不忘她自己的责任。这代表的也就是你们，不一定代表你就是女性，你就是个妈妈。可能你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态度上，就像这个母亲一样了，她没有办法放手任何一个部分。她的工作，她必须去努力去达成目标，达成老板的期望，达到组织的要求。那孩子呢，也不能放弃啊，还是要养育他，然后教育他，陪伴他。但他毕竟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同时做很多事情。所以啊，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一个象征哦。不管你是男性或女性，这代表的就是一个，你是在一个高度的一个运作之下，你同时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你很忙碌，就像这个母亲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家还蛮整齐的，对不对？还一尘不染的，然后桌面还算干净，然后后面的书也排列得很整齐啊。他维持了他的环境跟他所处的一个状态啊，是到一个平均值，至少是在一个不混乱的状态，所以这不容易啊。这个多工的妈妈真的是超能力哦，她必须要非常的快速、迅速，然后什么事情轻重缓急啊，她都要判断的非常精准，才有办法造成很多事情堆在一起，但是又不混乱，有没有？所以啊，这边要说的宇宙讯息啊，这边先给的提醒就是说，好事是，你是个非常忙碌、付出了很多心血，然后也得到了一些回馈的人。但是啊，你的理智啊，开始要付出代价了。你一直很理智控管你的生活，控管你的所有生命上的事情，但这即将要爆发，你有点快崩溃了。你就觉得，我觉得这张图是说，你开始要去想什么是你该真正去投入的，那哪些是可以先放下的？不是叫你要放弃哦，这指的更多就是放下，晚一点再做，或者暂时先不去管它。当然不是叫你不管宝宝，这个还是有轻重缓急。但是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牌卡里面，他想要表达的是说，你会去判断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最紧急的。但是在有时候，你又同时想兼顾的时候，适度的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你稍微给自己放个空，放个假是 OK 的。这边看得到多工妈妈在这里，这个是表象。我们来看私底下阴影。阴暗面，不要这样讲，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的状态是什么。这也差不多的意思啊。这个代表是一个讯息的恐慌，错失恐慌，就是他看了好多讯息，好多东西，好多好像 video 啊，还是什么什么资料，还耳朵还戴着耳机，看到没有？这个女孩非常忙，跟这个人一样忙。她的忙碌是在于她不想错过任何事情。他想要丰富的过他精彩的生活，这代表的就是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的多功能啊，你的多工忙碌的生活是来自于你不想要错过，你不想要错失一些生活上的体验，你想要更精彩的展现他们。但是啊，这边也要讲的是说，你不可能全部的
事情啊，你都去参与。生活的各个面向有太多东西，所以你要去看看什么才是真正能够带给你快乐的，真正可以让你得到平静。不是一个讯息进来的马上就要看了，一个工作进来的马上就要回复，老板敲你了，你就赶快要写资料回复了。不是说每个讯息你都要及时的去了解，及时去掌握，或者去参加什么活动，或者去做什么样的学习，你都很害怕错失良机。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们不管就是你们正向，不是说不要说正向，你们表面看起来的样子，跟你们私底下想的样子，其实你们还是同一种形态在处理你们的生活跟资讯。好忙，这个感觉是好忙。所以这边的一开始的提醒，我觉得宇宙说，你若是这样的讯息给你带来有一些警惕哦，你已经警惕到你的话，去看看是不是你真的太过于在乎什么东西。好，我们来看看，一样哈，我们第一组来宝宝，我们来看看，首先来看看你们的提醒，宇宙想要提醒你的还有关于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谕卡给出什么。出来了，提醒是内疚，这很特别，对不对？内疚，怎么样的内疚？你把事情没做好的内疚，还是你对什么事情你觉得亏欠他，所以你才要这么忙碌，怕错失一些东西，你是想要弥补这种内疚？你是怕被别人去指责吗？还是被别人去判断你，然后去给你不好的下评断的机会？你是担心这个吗？你看这个人哦，是不是别人在指责他，然后他撑着一把伞，黑色的伞，见不得光一样。如果有些事情让你在内心产生某一种这种愧疚感，我觉得宇宙也是提醒你，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应该真的去干扰你的部分。这不应该是你生命的唯一的处理的一种情绪。不管是你或是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你周遭的这个能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弥补啊，想要做得更好的这种情绪，更多的是说你要去追寻到原始的内疚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让这个内疚一直下去。或者是说，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但是因为某些人或某些其他的关系、其他的事件，一直在要求你，就让你一直不停的付出，好像认为说，你还是做得不够，然后你还是要继续的去贡献你自己，然后说了一些话，让你是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的。如果你遇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宇宙也是说，你是不是？如果你已经有这种情绪去弥补，或者是去改善这样的情况或事态的时候，其实别人没有任何的身份去批评你说你应该怎么做。如果这是你的事情的话，大家理解这样子，所以不需要把自己搞太忙。我来看看宇宙还要说什么。我觉得塔罗来看，仔细的看。这边出现了3张牌，权杖10号，还有一个圣杯的4号，然后还有一个恋人牌。这边要说的啊，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排列出来，可以看得到的是压力很大一样啊。权杖10号在这边代表是一个压力，但是也是个责任。那个责任心是非常的重要，在你们的内心底下，你们的性格的品质就包含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品性。你认为很多事情你是需要有付出你自己的责任感的，你不能去摆烂，你不能去把那个事情给忽视，或者是说不当一回事。你不太容许自己的生活中的遇到的人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这个压力来自于你有很高的一个责任心，就像这个妈妈一样照顾小孩要工作，对不对？
然后很多讯息也都不敢放过。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在宇宙想要说的时候，那你要去提醒自己，这个责任是不是有些东西不用把它当作砖块一样背在自己身上？你可以有这样的责任，很好，不要感觉到内疚，不要感觉到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好的话，我好像对不起谁。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已经做到你的极致，你已经奉献你所有的努力跟精神的时候，就不要去管其他人怎么说。这个责任很重要，就像这个昆虫一样，张开翅膀，对不对？可以更轻盈的去飞出去，不用带着这10根权杖。然后中间有一个圣杯的4号牌，圣杯4叫犹豫不决的牌啊。其实这也代表是说你没有看清楚你身边真正重要的事情。圣杯只是说，你虽然失去的东西，或者有些东西还没得到，你一直在幻想，或者是说一直在畅想也好，期望某些东西的来临，但是你其实也不是那么确定哪一个东西是你现在即时该得到的。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你身边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圣杯在你身边。这个圣杯就是一种温暖的情绪，一个价值的供应，情绪的供应。但这样子的供应在你身边，你是不是看得到？就像这个人，他看着他的圣杯，他不知道该挑选哪一个一样。你看到其中一个圣杯开了一朵花出来，是不是？他似乎注意到，但是还没有开始去把这个花拿起来，只是看到了。那旁边有一只眼。所以你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提醒。你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一直在观察你，甚至在控制你，或者是说在主导你的意识去做决定。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要，你不要让这个眼睛来控制你，那是别人，不是你。不需要产生内疚，不需要产生任何对不起任何人的感觉的这种事情，去做真正你觉得需要的。那个圣杯在你身边，真的的那一朵玫瑰啊，已经开出来的那朵玫瑰，在哪一个圣杯上面，仔细去判断出来，不要忽视。我觉得这其实在你身边呢，可能你太忙了，你太多工了，你太多事同时在进行了，你很多反而细节的东西你没有注意到。这边出现了恋人。恋人牌啊，要讲的是一种合意合拍的感觉。所以啊，在一个情绪里面，在一个感情里面啊，这边讲的提醒是说，也不要过度的让自己在一个紧张的状态里面，好像随时要服务那个人，或者在回应那个人，不管是你的暧昧对象还是情感对象，其实你们都相对付出的够多了。这个内疚的情绪如果包含在这样子的一系列里面，我觉得宇宙提醒你，你在感情里面，你也要开始要放下一些东西，不是叫你放下宝宝，跟刚才的那个说法一样啊，有轻重缓急啊，我们一样去维持我们的情感的连结、情感的美满度，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回你这个简讯，或我暂时没有办法跟你去吃饭，或者是我干嘛没有办法去共同去经营什么的时候，或见面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减少，不需要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感觉这个东西就会离你而去。我觉得并不是哦，它一直在你身边。我认为这朵玫瑰也要讲的是，就是圣杯4的概念。这朵玫瑰其实一直在你身边哦，它是属于你的，它是爱你的，它是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它就是会在你周边。它不会离开，它不会枯萎，它会为你而绽放。只要你看见它，你有时候看见它就够了，不要去管别人或其他人对你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或对你投入的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任何指导方针，你就靠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收集资讯跟你自己的能力绝对是足够的，你绝对是可以去 cover 的，就是宇宙说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来一点我们的宇宙祝福。宇宙祝福要关于什么？我来看看第二个部分，宇宙给我们的宝宝们什么样的祝福？这样子一起看。好，祝福，来一个祝福，怎样的祝福呢？这张生育。
这个是有点那个女王牌的概念哦，生育、养育那个生宝宝。哎，你这也有宝宝，也有可能你们在备孕的人很忙啊，很想要忙碌的是因为同时要兼顾很多事情，但是你们又不想放弃养育、生养孩子这个的机会啊，所以你们也很辛苦。可能在备孕的人现在经历一段时间，但是可能会生育。会培育成功，这进入这个宝宝，对不对？再一个妈妈，你们出现2个妈妈，所以你们真的是一个不止很多功，还是很善于照顾别人的照顾者哦。你们真的是个累的人，不要感觉到内疚，好不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照顾，你有时候也被别人照顾一下，可以放下心来。看塔罗要讲什么。今天只看正位，来，我们的宝宝们，哇，不错不错。说了什么？宝剑的侍从，宝剑侍从讲的是什么？是代表要一个清晰感啊，好奇心、活力，甚至某种思想上的活力。你要让你的思考更加灵活，更加有弹性，然后更加去直达主题哦。不要太过的迂回。这边要说的是说，宇宙给你的祝福就是说，你即将会有这样子的清晰度出来，就像这个女孩一样，在思考上，这边你在练习，你起码在练习，你未来你会练习去判断，你会练习去思考，你会认真的去练习如何阻断，用这把剑去阻断不该属于你的一个感觉或不该属于你的一个事件的发展。这个情绪啊的剑。我觉得你们会掌握得更好，虽然之前不擅长，但慢慢你会越来越得心应手。这个女孩可以看得到，她非常从容的带着她的这把剑了，感觉可以披荆斩棘哦。看她手上有一封卷轴，对不对？一个卷轴，某个消息、某个讯息会来到你身边，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的多功能呢，有没有这边好像？讯息恐慌、担心、害怕错失某些消息的话，不用担心，这个讯息会来到你。如果是因为这样子，是怕某些东西遗漏掉啊，不用担心啊，它会到你手上，会来到。这个代表讯息的传递，所以你会更清晰、更清楚的去。而且这边又有生育哦，如果你也结合起来的话，好消息会来临哦。医生的诊断证明会告诉你，哇，你终于怀孕了，类似这样。你的订单终于下来了，有没有？这个卷轴就要告诉你订单来了，一个电话来了，一个讯息告诉你，或者说等待了某一种情感上的连接的话，我觉得这个连接是很好的，养育嘛，培育，最后是有培育成果出来了。然后中间金币4，刚才不是说你一直在辛苦的做很多事情，然后去认真的收集资料。这种多功底下，你想要保有某些东西是势必的，你一定就是有那种责任感。刚才说你的责任感，那责任感造成你很想要保存一些东西，不用担心，你会保存住。看到没有？这4颗金币在一个帐篷底下，还红色的帐篷，保护得很好，会存留得很好，这也代表一种储蓄哦。你会有一个储蓄在未来啊，这又在跟生育这种培育底下，你如果在金钱的创造里面，宇宙要说这个未来的末季你可能会一笔不错的投资进来，投资的成果会展现，你会有一个金钱上的增加，银行账本上的数字会上升，有这样的迹象。那这代表也是一种稳定哦，4的代表是稳定，又在金币底下更是土能量哦，很不错，会保有。所以你刚才说嘛，这种情感上，如果你是担心有没有错失什么讯息，错失什么良机还是你怕你没有做够什么，不付出的不够，或者是说哪里做的不足，种种这种想法，通通铲除掉，对，铲除掉。这个恋人刚才说，属于你的就是属于你的。最后来了一个金币的6号牌，更是不错。这是一个给予哦，公平的给予，甚至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给予。这也不排除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一个人
可是你的老板的主管哦，给你加薪，给你供应。那你如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你搞不好是一个直播主，还是一个网红，有人会给你抖内，抖内不错，就是有一个意外之财、意外的资源来到你身边，这是更实质上的，通常是指金钱上的，但是也有指实际上的帮助。它不会是用口头说的，它也不是用情绪上给予的，它直接是给你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的东西去赞助你。去支持你，所以这样子的一个6个金币来到这边，这个又在神谕底下，这个完全很不错啊。所以我们的1号宝宝，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默契的能量情绪底下，呈现的就是一个不要想太多，不要去内疚，不要去觉得自己做的不足，不要去怀疑自己的能力，然后适度的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放松一下。你想要的资料，你想要的讯息，你想要的一个消息会如期而至，而且会安全的保存下来。不管是你要的一个金钱，你要的一个事业，还是你要的一个情感，这个都会以一个给予慷慨的给予的状态去给到你身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1号宝宝，你们的非常好的一个默契能量。我觉得不管是提醒还是给你的祝福，我觉得都有相得益彰哦。就是只要你做好平衡，他们都会非常美好的来到你身边。OK，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一样截取哦，你有感觉到的东西，如果你想要行动，你想要去执行、去显化，那就去做，一定会达到的。好，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哦。一样哦，喜欢的给我按赞、留言。留言是让这个情绪或让你的能量能够更活化，然后也谢谢大家再次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嗨，欢迎第2组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来做一个最后的这一集哦，12月以前，我们让宇宙啊来告诉我们哦，有什么东西该给我们一些提醒，或者给我们祝福。这个是一个大能量的搜集哦，所以我不会去限制主题哦。宇宙给我怎么样一个讯息哦，我就尽量的如我的感觉去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截取到适合你的讯息。首先来看看你们选到的神谕卡，这次的神谕卡我抽2张，这一张你可以把它当作表象，这个代表私底下阴暗面，阴暗面不一定是阴暗面，可能就是你没有显现出来的。那先来看看你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个女孩在看戏嘛，看 Netflix 啊，然后感觉很慵懒，看到都睡着了，遥控还在她的手上。这个啊，在讲什么？这代表某种耍废。这是代表有意识的去拥抱懒惰。有时候啊，什么都不去想、不去做，就是最重要的。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但是啊，这个沙发已经快印出你的人形了，是时候走出户外啊，去看看阳光了。你可能需要在那个积极度跟慵懒度这边去做一个调和。什么叫做放松？什么叫做懒散？这个可能要找出一个界限。你适度的是 OK， 但过度的就是不好了，就是一个坏习惯。你让自己放纵，这种放纵是会造成伤害的。宇宙第1张牌给的，要么就是这样子很开心，可以无忧无虑的去看电视看到爽。但是另外一个提醒也是说，这样的过度也是消耗自己的能量，消耗自己的积极度哦。你是不是要去看看你真正的目标在哪里？你绝对不是看戏，对不对？不会只是看这些被虚构出来的人生，应该正式走向你自己真实的人生。同时，我觉得就2个方向就出来。再来看看另外一张啊，私底下没有展现出来。Drama Queen， 你想当个女演员吗？这个女演员不一定是男性女性，这代表是说
其实，在内心底下，你很像你很像这样子的一个戏剧女王。你有很好的演技，你甚至有很好的能力。因为演技哈，你成为戏剧女王，你除了会表演以外，这还代表的就是你都可以拿到得奖的程度了。那你觉得这个演技好不好？这绝对是一个技能所在。但这个技能发挥在一个虚幻的东西，或者是说被建构出来的表象底下，这就有点浪费了。就说这样的技巧啊，你绝对可以发展在其他方面。戏剧女王应该说，人生啊就像舞台，你可能也是这样子想，人生就像一场戏，反正演着演着我也就上手了，你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而且不止上手，你还演到得奖，演到大家都看不出来你到底是真是假。但是啊，有时候啊，戏太多了也会让人家厌倦了，你自己都感觉到厌倦，有点厌烦了。一直做的都不是真实的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你只是配合演出、配合剧本、配合导演、配合观众的需要。你不一定是为了获得掌声，但是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你觉得好像在里面唯一得到的东西而已吧。我觉得反而有这种感觉。所以啊，是退场的时候了，该退场了，让你的表达跟你的能力要发挥在更实际上的事情上。这就是戏剧女王在这边想要说的。这个卡牌有很深的一个同时提醒也同时祝福你的意思。你有这个能力去表演得很好，但是不要把这个能力发挥或浪费在不对的方向。不要只是为了大家的掌声，那些掌声可能都是虚假的。说你叫好又叫座，说你很棒，说你做得非常完美的，可能也都是假象。你或许也知道，但是有时候一些环境的迫使之下，有些现实生活的原因，所以你必须配合演出。但是配合演出就难怪你，对啊，你表现出来说，哎，就耍废吧，我就看看电视看到爽，我就躺在我的沙发里面，什么都不想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某些已经很久的陋习，或者一些习惯，或者是长久以来都一成不变的生活，影响了你现在积极的程度。所以这边宇宙说，最后这一季我们来做一点改变，好不好？必须要做改变，来看怎么样的改变。来，先来看神谕卡，宇宙要说什么？来了一张女人。这个女人可以指的是你自己，也可以指是你身边的重要的一个女性阴性的能量。通常是指你们啦，如果你们是女性，那就是你们，你们是重点。你们果然是一个女主角。即便这样，你们一直出来一个主要角色的那个能量，但是这个主要角色又感觉自己不在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耍废摆烂，然后没有那么在乎。得到一个奖，你也不是得奖了，就这样。你好像也不会觉得那个得奖有多么厉害，好像有这种感觉。但你看这女人哦，就像女皇一样，而且感觉像魔术师哦，穿戴的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显眼哦，戴这个帽子，是不是感觉她有很多技能在身上，表演欲很强，然后有一朵花在她身边哦，这一朵玫瑰啊，象征的是一种魅力、一个热情的展现哦。你是一个魅力者，你是一个吸引别人目光的人，所以最后这个季度啊，宇宙要说的未来这些日子啊，你好好展现你真实的样貌吧。你是一个可以吸引大家目光的人，你就是所有东西的存在，不要怀疑哦，不要以为你不重要，你就是这个女王，都已经演到可以得奖了。你的技巧跟你的技能其实炉火纯青，只是你自己不以为然。你可以表现得非常自然哦，非常从容哦，非常让人家觉得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其实在别人眼光里是这样子用欣赏甚至是爱戴的心态去看待你的，但是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种情绪也不错，不太会过度的去放大别人对你的吹捧，或对你的那一种仰慕，你反而是 OK。我其实真实是我这个样子。我觉得你们一直在一种很奇怪的平衡，这种平衡只有你们大概懂。我觉得我不是很理解，说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去发挥？为什么不去放大你这种女王的能力啊？然后要让自己变成这样子，好像故意不去看、不去想，还是说你们面对了一个这样子的对象的人，这样的事件，让你不想跟他们演下去，也有可能你想要更加的做自己。Anyway， 来看塔罗怎么说，有点神奇。来看看塔罗给我们的2号宝宝怎样的讯息。哇，你们果然是被迫的哦！你们不是故意要变成这种戏剧女王的，你真的是配合演出。这3支宝剑刺上了这个心，这个心睁着眼了，非常清楚自己的受伤的原因，甚至是谁伤害了你，或者说你在这样的困境底下，这虽然指的是一个伤害，或者说一个痛心的感觉啊，一个重大的难过。但是啊，也代表了某一种情绪的压抑或情绪的伤害啊，不一定是非常的惨烈啊。这是看你们现在的能量啊，聚集在这里，你们去判断你们是属于哪个阶段。这样的一个被心被刺的状态是被伤的哦，所以你们的心是被伤害的。可能过去有些东西让你们迫使你们去用一个比较戏剧的人生去看待你现在的生活，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就是以不是真实的样貌去对待你们，你们只好配合着他演一出戏。但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心是如刀割，或者是说纠缠也好，不一定是很深刻很惨痛的感觉，但是起码会让人家感觉不舒服。但是你就必须眼睁睁的看着这样子的事情继续发生，所以很无奈吧，所以才会有这种耍废放空的能量在这边。哇，没关系，宇宙说啊，这个东西后面会迎来什么？太阳，记住，你们又出现一个眼睛，这个眼睛在这里，这个眼睛在哪里？在山顶上，然后看着阳光，有没有？解决它的就是这个阳光，这个正向，这个乐观。所以是时候，我刚才说是时候出外走走，就像这个女孩啊，这个女人是跑到外面去，户外像公园啊，接近大自然，接近更自然、更真实的东西，然后展现你自己的美好。我觉得这就是走出去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更阳光的意思，宇宙给你的期望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你这样子的一个痛心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啊，会被一个现象疗愈。这个现象可能来自，也有可能就是某一个阴性的能量。这个能量，我刚才说一个女人在这边，也代表可能是她，你们会对应到一个这样子的阴性能量来协助你们，让你们觉得未来其实是有希望，未来是充满光明的，而且太阳也会带来积极度。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样的所谓的消极的感觉啊，慢慢会被扭转。太阳出来了，绝对是带领你走向光明灿烂的未来的，是不是？后面这边有出现一道光，有没有？这道光，只是这道光是在头顶上，而且是倒吊的。这个倒吊人非常的精彩哦，看到了没有？他即便倒掉了，头上发出的光啊，生根了，有没有？往地底下去，往土壤里面去。所以啊，这边在讲的是说，你的想法，你的任何的思绪，要更接地气的去思考，去落实它。所以这个倒吊人，我觉得更多的是说，这个光明的方向是来自一步一步的去达成的，而不是说用空想或者是用幻想的方法去落定你思想里面的东西，去成为真实，有没有？成为真实。正向的真实啊，这个所谓的太阳的光线在这里，有没有？那你的脚啊，从这边倒掉出来的脚，长出了好多花，
这个树叶的生长代表是茁壮，是更健康的方式。大自然也是大自然，所以你们会有一个思考期，重新的翻转你的想法跟观念，让你重新的去判断我现在该走的路，或是说现在的事态对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的影响，你会更清晰的去分析它，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同的思考条件里，把自己倒调过来，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头上的光更落地，然后脚上的能量长出更多更有活力的花朵，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要告诉你们，我们的2号宝宝。再来一张回归，这是回力标，回归有没有？你们势必会从这样子的一个不管停滞，或者是说你故意的懒散，故意的放纵，故意的耍废 anyway， 你会重新看到阳光，在你的心被刺痛，或者是被割伤，或者是被压榨，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你看得到，你清楚的看到，你不能再这样下去，对，你势必会反转，你就会回归到真实的东西。回力镖这样飞出去，有没有这个回力镖打出去的时候，它一定会飞回来的，它是一个回归的行为跟概念哦，所以在这里出现的非常好。回归你的女王哦，但是不要抓嘛，只要 queen 就好，对不对？这是一个反转啊！我不再是一个戏剧女王，我就是一个真正的女王。所以你们这个心态即将回归，怎么回归？我们来看一下。找到平衡，你们2个金币出来了，你会开始忙碌去做一些事情。金币是落实，刚才是说你倒调过来，你会去让你的头脑的思考的东西去落地，去成为实质可执行的东西。果然后面你看2个金币出来了，这是不是2个女孩在走钢索，非常平衡哦，彼此还丢着金币，这个金币还产生一个无限的讯号，无限的来回，所以这会是一个顺应，这个顺应是来自平衡，来自你做事情得心应手，甚至很上手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慢慢会回到这样的姿态，你知道怎么去运作你手上的资源，甚至你手上的能力去运作得更好。这宇宙要提醒你啊，你可以期待你的下几个月，未来的几个月，年底以前，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更落实积极的感觉，而且你可以发挥得很好。果然是女王，女王要回归了。再来，塔的事件，对，有个事件嘛，我刚才就说，一定有什么东西翻转你的想法，跟你对一个事情、对一个感情、一个关系也好的一个概念，你会重新思考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是不是正确的？你会重新的去搜集资料，这个不同的一个情绪的反转，或者是说对自己过去的推翻，有没有推翻塔的事件？就是这样，会带来新的能量、新的消息、新的事件，然后去改正你，让你回归到正常你该回归的路，属于你自己原来的能量，有没有？刚才说的。很不错。再来最后一张，这张，哇，权杖的骑士行动起来了吧？而且凤凰重生啊，火的能量出来非常好，行动力果然就展现了。你绝对不会继续耍废了，耍废也是只是放松，你未来一定会啦，不要一定会动起来，就骑着这一只浴火的凤凰就往上去了。不管你要解决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什么东西，有些不好的人事物，如果你在配合演出的，你在配合他们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不要管它，你之后啊可以运作得很好。这也代表双重性，刚才是2个人嘛，在这个绳索上
走得很好，我刚才说平衡感很好，表示你会平衡这个事情，你的心态会得到平衡，而心态平衡的时候，安定感就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一旦你运作的熟练，上手了，你得到技巧了，这个权杖的骑士动起来了，这个心意也代表也是一个上升。这也不排除某些你们的关系人、你们的对象会从这样子的一种摆烂、耍废的状态重新复苏，重新重生了，重新表达他真实的心意，回归，有没有？这有可能是你们过去的某个前任的能量，如果在感情上重新回归，重新用比较积极正向的方向去看待你们之间。如果某些事件、某些东西你已经不抱持希望了，有没有不抱持希望？后面突然就给你带来消息，给你带来行动，给你带来正面的力量，权杖的能量就在这里。这非常好的一连串的事件就是这样子发生。我觉得想要说的是说，宇宙讲的这两件事情，统一给大家再整合一下。我们的2号宝宝，你们绝对是会在一个你们现在低落，或者是说摆烂、耍废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下去做的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你们开始要走出来了，从你们沙发椅上出来，走到你们的真实该去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光明灿烂的路，是经过你。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来自你们这样子，你们现在摆烂，或者是你们现在不想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你们在想，看这在这底下所以我不会去指责你们，如果你们现在是处于这样子让自己什么都不做的状态，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做这样子的等待，你再重新获得一个新的想法、新的观念、新的整合。这个整合之后，才有后续的这些东西，新的突破跟发展。这就是我们的2号宝宝，你们的讯息啦，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一样截取你有感觉有收获的，然后去改造更好的自己。主要是说这个讯息在大众能量里面会掺杂很多，你一定要截取属于你自己有感应的部分，然后改造更好的自己。然后一样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是让你的能量跟你想要显化的东西能够快速的进行活化它。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嗨，欢迎第3组的伙伴们，欢迎大家呀。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就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季度最后这一季。宇宙有没有什么提醒跟祝福要给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是整合所有的能量，所以我们不会去看是怎么样的一个主题，就看宇宙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讯息，然后我试着去解释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收到里面的一个能量首先来看看你们选到的牌。今天的神谕卡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抽2张，一张我想要代表的是你们现在的状态，比较阳面的，就是展现出来的那一面，另外一面就是阴性面的，被隐藏住的。首先来看你们的展现出来的模样是什么？这个人在干嘛？这是社群媒体吗？还是在看什么样的 FB IG 不知道总之就是非常专注在他自己的手机的荧幕上，这是一个成瘾手机成瘾，没有为什么，没有目的，没有什么样的迫切一定要盯着这个荧幕看，可是忍不住就要这么做。这跟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一样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非常的熟悉到处都可见这样的人。就像这个男人你看他的表情其实面无表情，所以这个东西能够带给他怎么样的刺激，怎样的兴奋，怎样的热烈倒不至于，但是就是一直沉溺下去。所以宇宙在说现在的这一个能量你们的最后这一季这是一个重点。你是不是在专注在某一个东西上过度？这有可能是一个过度的行为
你是为了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满足，自己真的可以拿捏得到吗？你真的知道吗？还是你只是为了做而做，没有去想我为什么要做？这是一个提醒哦，但是也是一个在某方面来看，我觉得其实在一个事件上，一个关系，或者是你现在在乎的人事，你去做一个专心去投入的行为，自然是好的。但是这个投入如果变得有点漫无目的的时候，这是宇宙现在要提醒你的。所以你们现在呈现的一个阳性面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也不排除啊，在你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宇宙想要透露的某些人在关注你，而且是一个阳性的能量。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也或许你知道，但是他显然对你非常的沉迷哦。他常常看着你的讯息，看着你的图片，你发的文章啊，po 的照片啊，他都非常的认真，一张一张的看。这是一个探索，一个好奇的过程。但是那个人的目的跟他的那个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后面来用塔罗再继续深入了解。主要现在看到能量就这样，你们或者是你们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在沉溺、成瘾的底下。再来看看你们第二章，这个隐性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喝咖啡。这也是另外一种成瘾，每天都要来一杯，甚至来2杯。哎，这也是几乎全部现代人生活必经的、必做的。所以这杯咖啡，热腾腾的咖啡啊，它代表的是我好像获得一个温暖，我获得一个支持，我获得一个清醒。这怎么有一种我知道我沉溺，或者是说我对什么东西上瘾，但是我又用另外一个东西。更上瘾的东西来支撑它。我为了好好的看这个东西，我坚持这个东西，每天要看这个软体，我打这个游戏，还是我做这个工作，不管你在坚持什么啊，你用这杯咖啡啊，来增加你的专注力，来增加你的耐力。而这杯咖啡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成瘾的状态，所以用另外一个成瘾来协助你的成瘾。哇，这是双重性，这2个是几乎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层面。咖啡这边有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啊协助嘛，让我精神好。那这个是精神上，我精神上就想要专注在某个东西，我的手机上。所以这是2个不同的面向的一个上瘾。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对你非常执着，这边可以看到，这太过执着其实也不是好事，有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双面性的。当然了，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的话，那你已经知道他的个性的品质的话，你可能比较能够掌控。但是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你周边有一个这样，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可能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去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整天盯着你，会对你充满好奇，或者是说这个人我相信是不怎么说话的，他是安静的。你看这个男人是安静的，是比较隐蔽性的，比较内向的，比较收缩的，比较 I 型人，不是 E 型的。所以这杯咖啡也象征了某一种温度，缓缓上升的温度。所以啊，不管你们现在是你们，或者你们现在有一个关系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哦，这个投入是充满热情的，是充满我想要持续，我想要继续，所以我才用这杯咖啡来专注我的精神，是一样的道理。有点神秘哦。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寂寞，我们第3组宝宝关于什么？我们再让塔罗跟神谕给我们多一点提示。太多了，来1张就好，先来1张，来1张。家庭，这个人想要跟你产生联系啊，产生这种家庭的概念啊，非常的浓厚。这感觉是暗恋者啊，你们身边即将有个暗恋者。博士的话就是你们啊，你们非常的想要在一个关系里面达到这种家庭的状态。家庭的状态，这个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哦。我想要跟你产生更清晰、更明白、更
清楚的一个联系啊。那这个联系就像一个家庭的组织的概念，就像我们的那个族谱一样啊。你看，这样这个树，每个树枝展开的都是另外一个支线，那这个支线的总头就是来自一个家庭啊，来自一个男女，有没有？他们有一个关系人，他们很多关系的存在，所以这个也代表一种人际的网络。这个网络是涵盖的面是比较亲密感的部分。而这个亲密感显然非常的成瘾，让人家上瘾这个人刚才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专注关注你的话，他是非常想跟你共组家庭的。这边可以看到这样的讯息，这个家庭的讯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讲的是，你可能在过度的专注这个事情，这个专注人是你自己的时候，你的上瘾的程度让你忽略你的家庭，这也是另外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所谓的提醒跟祝福是双面的，有利也有弊。你过度的做这个事情，你很热烈没错，你很有兴趣没有错，你投入在这里，但是你可能忽略了某些家庭的成员或者关系的连结，那这也可以代表的是一个刚才说的人际关系的拓展，这讲究的是个亲密感。人际的一个交流，不一定是浪漫关系，或者说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是跟你有亲密、有连结、很重要的人，这些人，你是不是也忽略了？因为你对某些东西过度的专注的时候，疏忽了他们。然后这是这张牌想要说的，很明显的，你们这个牌的能量啊，是一种强制的连结，情绪是在一个扩张底下，想要去拓展。想要去深挖，想要去让彼此的交流更加的热烈，这种感觉果然这个人绝对是不说话的。你们现在的那一个相处的人事物啊，如果不是关系人，知道跟暗恋无关的话，如果是一件事件或者是一个事情的工作，这个事情也是朝向这个，想要去朝向更稳固扎实的一个身份去进行，但是大家不怎么去发挥。有没有？就像刚才说，这个男人是比较安静的，慢慢的喝了个咖啡，慢慢来啊，感觉是比较轻松的。他的轻松其实带着紧绷，是人家看不出来，应该这么说，他并不轻松，他还是有热烈在里面。我一直说，这种上瘾是专注的，只是他用以轻松的态度去展现在别人面前，所以你不容易发现。就像这个倒吊人一样，这个倒吊人倒吊在这里，你看他倒吊之后，他的头顶的光啊往地底下去啊，所以啊，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未来啊，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成瘾性的人事物，它其实会朝向一个落定性的发展，它会让他脑袋里的思想、脑袋里的想法落地成真，成为可行的方案，而不是缥缈的，而不是做白日梦的。这个更多的是说，原来的那种不踏实感，要慢慢去反转，就是因为在他的观念或在他的想法经过一个冲击之后，可能来自他自己的某一个态度或观念的重新整理让他觉得这个落地性是很重要，也的确重要，因为光想不练是没有用的，所以慢慢发现，所以倒调过来，让自己处于另外一个状态，一个颠覆的状态，而他的脚生长出来这个树啊，开了花，代表的都是一个健康、更健康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个不健康，刚才也说，这的确不健康。过度的成瘾，什么成瘾都不健康，而且用另外一个成瘾来支持他的成瘾，所以他似乎也看到。所以你们的当事人啊，你们现在事件的对象啊，你们的对方啊，你的交手的这个人啊，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他会去改正。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关于你们也会是这一个反转的人，你也知道你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你疏忽了什么，你想要产生交集、产生连结、产生亲密感的这条线呢，这种脉络是得靠自己去实际上的发展的。你脑袋光是想啊，不去做是没有用的。你妹妹也发现到这一点，对不对？不然不会去把自己倒吊在一个树上。然后第二张来的一个权杖的6号。哇，权杖6号代表什么？这有一个家的概念这个是鸟妈妈，然后小鸟有个窝，对不对？这代表一个
六的形态哦，权杖六是代表胜利哦，荣耀啊，荣耀而归啊，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概念哦，而且来自某种家庭的感觉。所以你们现在如果有一个想要投入的一段感情，我觉得这样子的暗恋，如果是暗恋的话，或者是说没有被说出来的这种感觉，即将会慢慢的落实。有没有？这边也是说这种头上的光照在地底下生根了，有没有？这也是落定感，就是把实际上的想法去落定、去落实，落实之后就会得到成功。这成功是来自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完美和谐的连接的概念哦，又在家庭底下，哇，这个很好。所以你们这样的一个反转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于你们去做一个发展。因为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之后、经历之后，你们似乎看到了什么，抓到了什么，你们的那个对象也是一样，然后去朝这个所谓的更成功的方向去进行，然后直接出来什么世界牌。世界牌也是圆满啊！这个女孩拿着地球，地球就是圆满，地球还是粉红色的，怎么有种甜蜜蜜的感觉？对，家庭的甜蜜，人与人之间的甜蜜，关系、感情之间的甜蜜，对啊，就是这种圆满。地球来到这里哦，就代表了走了一大圈，终究还是会走到终点。走来走去，我们还是会走在一起，就是这个概念哦。所以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沉溺哦，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上瘾哦，上瘾的解释哦，就是说你其实知道这样的一个情感或这样子的感觉啊，是一个你从所未有的，所以你才会这么上瘾。你没有这样子的感觉，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跟一个人成瘾是一样的。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不去做这个事情，这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就是它其实在背后是有一种圆满的动能在里面哦，去触发你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对事情、对感情、对现象的一个提升哦，更再一次的提升。我觉得这样提升成我们的世界牌，在这里要呈现的概念就这样，觉得挺好的哦。再来跑出2张，太多了，3张太多了，来1张就好，再来1张。金钱，哇，金钱，所以你们认真赚钱的话，有可能哦，这个钱感觉会来，这是一个正向的钱的概念，跟什么钱有关？再来细部来看一下。再来1张，哇，很棒哎！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国王牌，国王牌出现在这里啊，绝对是力量的表现。什么力量？我要展现我的控制力哦，这我的疆土啊，我的领土啊，这是我把控的区域啊，我绝对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国王就是这样，这是我的领地啊。但是同时，他也有很多的资源，他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展现在他的发挥在他所有的事情上。所以国王的能力在这里，这边有一颗球。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这一个东西啊，有一个距离感，有一个脉络啊，是需要时间去进行的。你看这个金钱，你这个也是像一个轮盘，对不对？就像一个命运之轮的那种轮盘一样，它的轮转、它的流转是需要时间的去进行。所以我觉得你们期待的一个金钱的来临，或者你现在投资的东西哦，会以一个强而有力的方法来到你面前，而且是明确、快速的，会有消息的。这边出现了一个宝剑的王牌，然后呢又有一个金币的侍从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哦。你在学习当中会获得你要的东西，那你慢慢的清晰感会出来。所以这个
宇宙想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关于金钱呢，除了你们家庭的圆满之外，金钱也会达到圆满的可能呢。首先，你要先去厘清你们现在不清楚的部分，尤其是你们在使用钱的部分，或者是说在钱的一个处理或投资上，可能要更精准一点。但是你其实有这样的能力去掌控的，因为国王牌在这里啊，所以我相信你们不管在投资的经验、投资的技巧或投资的方法里面，你们甚至找投资的对象，你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方式，而且是蛮成熟、蛮稳重的。这一点我们倒是，我还要给你们，你应该说你们可以给你们自己找到一个方向。而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进行啊，很多时候啊，不要太执着于某一些数字的达成。这边要讲的是说，当你不要去太关注这个东西会怎么来临的时候，它其实会更容易到达，因为它其实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当做一个进步的进程。就是说，你的每一步啊，都是必须走过。你就会学习到一些东西，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就像刚才说，这时间必须就是要这样子流转，这样子去滚动，这样去消耗，你才有从这样的时间里面去得到相同的一个经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迫使它。所以这个咖啡在这边啊，虽然讲的也是成瘾，但讲的也是用一个更安逸的状态，更自然轻松。我先休息一下，喝个咖啡，这种感觉去处理你的所谓的金钱或生活上、物质上你追求的东西，这是宇宙现在要讲的。你有国王的能力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太过于掌控，太过于把所有的东西想要抓在手里，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大家抓那个沙一样，你抓得越紧，沙一样流失的越快。所以你是不是适度的放手？让一些东西自然的流动。你看这个金钱这一张牌，它的牌的图案啊，用这感觉像某一种博弈，有没有？也像某一种命运之轮哦。它带着双重性，命运也就像博弈，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是产生什么事情，你只能靠它转动，最后停在哪里，然后让你产生惊喜。而这个惊喜会带来的是金钱的感觉，然后这两个有一个宝藏，然后还有一只小猪，这代表都是丰盛，是不是精神物质生活上的一个丰盛，是来自你无法想象、无法控制的状态，甚至你也不能去控制它，就说你不要尝试去控制这样子的流动，这样的进行，应该这么说，它会自然到你的身上来。所以我们第三组宝宝，你们的讯息就两个部分了，家庭跟金钱，我觉得都挺好的。这在一个年末里面这几个月啊，你们就尽量可以去显化。如果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提醒，你得到一个这样的提示的话，记得去写下来，把它当做你的最后的这一季的目标，然后去显化它。显化你的家庭也好，跟谁的一个联系，跟一个组织的关系的连结也好，或者说某些物质生活、金钱上的获得，这两个部分，如果你在这样子的宇宙给你的讯息里面得到任何的讯息、任何的感觉、任何的一个提示的话，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去执行它，去显化它，这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3号宝宝你们的能量啦。希望对你们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帮助，然后帮助你们在最后这一集过得更加的幸福快乐。OK， 一样喜欢的给我按赞，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也可以留言显化你的能量，让它运作的更快。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